大家好，在上一次的影片里面，我们已经使用 VS Code 来整合了 AutoHotkey 的编辑功能。在今天继续来对 VS Code 做进一步的设定，让整个开发环境能够更加简便。首先就是先来启动 VS Code。启用 VS Code 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可以在程式的资料夹里面直接输入一个 code。再加上一个点，表示我要针对这整个资料夹来做编辑，直接按下 Enter 以后，系统就会直接开启 VS Code。这个功能各位必须要把 VS Code 的执行环境加入 path 环境变数，到时候它才有办法找到 code 的指令，然后才能够直接在资料夹里面来直接启动它。在这个地方，首先进入扩充，然后来安装中文的语言，只要输入了 Chinese。找到以后就直接点击你需要的语言，我需要繁体中文，然后再点击右边的 Install， 接着在右下角就会出现 Change Language and Restart， 点击一下，它会重新启动 VS Code。启动完以后，它的整个操作界面就已经变成是中文了。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再透过这个设定去针对你常用的一些环境来做变动，比如说把这个字型改成比较大的字型啊，或者是使用的中文的字型档需不需要去做更换，这些各位都可以自己来做变更。这个是有关于设定中文的操作方法。接着我们再来针对上次安装的 AutoHotkey++ 扩充来检查一下它的设定是不是都正确。首先进入 VS Code， 然后再点击扩充，找到 AutoHotkey++， 再点击它右边的齿轮，在齿轮里面就可以找到扩充设定。在这个扩充设定里面来逐一的检查一下输入的栏位是不是都正确。有可能各位需要做调整的会是在 Helper Path V1 这里，它的预设路径并没有包含了 V1.1.37.01 资料夹，因此要请各位手动把这一个资料夹加入进来。V2 这里也少掉了 V2 这个资料夹，就需要把 V2 给补上来。这个是 V1 这里也不对，它也少了这个资料夹，把它给加上来。然后还要注意它的执行档的档名其实是后面是 U64， 并不是 AutoHotkey.exe， 而是 AutoHotkey U64.exe。 V2 的版本的话，它就是在 V2 下面，但是它的名称叫做 AutoHotkey 64，它没有这个 U， 这个是请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边有所谓的程式码片段的一个名称，这边是叫做 AHK Template V1， V2 的版本是叫做 AHK Template V2， 这两个名称也请大家稍微记得就可以了。这个是设定了 AutoHotkey++ 的这一些设定，要请大家特别再来检查一次，到时候才有办法正确的找到对应的内容。我们可以再进入档案浏览器这里，把上一次新增的这个 test 连一给开启起来，然后我把游标移到这个 MSG Box 这里，按下 Ctrl F1， 它会自动去开启 AutoHotkey 的 Help 档案。请大家注意，假设现在关联的是 AutoHotkey V2，是不是正确的抓到了 V2 的 Help 档案？如果你设定有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这个设定的 Helper Path V2 这一个路径如果有错误的话，它就没有办法正确的开启 Help 视窗。接着再来做一个产生 V1 的测试，在 VS Code 里面产生档案，就是移动到资料夹这个节点这边就会有一个加号的这个图示，点击一下就可以输入它的档名，输入 test02.ahk， 再按下 Enter。各位可以注意，它这个图示现在这个 test02.ahk 是蓝底的图示，产生出来这一个 HK 的 template 呢是 V1 的格式，这个是 V1 的格式，因为我们 V2 的格式它上面会有这个 requires AutoHotkey V2.0 的这一个指引，但是蓝底的并没有，表示它是 V1。我们从右下角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关联到的语言也是 AutoHotkey， 表示它是 V1 的格式。假设我们希望把这个.ahk 的关联改成是 V2 的话，可以这样子操作，点击一下这个语言，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为.ahk 设定档案关联，再点击一下，
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来设定它的关联。假设你没有变更过的话，它应该是会关联到这个 AutoHotkey 2才对，因为我是有改过，所以它改成关联到了 V1 的这个版本，就把它再改回 V2 这个版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样式就已经变成了绿底的，表示它现在已经关联到了 V2。在这个右下角可以看到语言呈现出是 AutoHotkey 2，表示它现在是 2.0 的这个版本。假设在这个关联已经改变成是 AutoHotkey 2的情况下，在这个地方再来新增档案，假设叫做 test02-2.ahk， 可以看到它自动产生出来的程式码片段是 require 是 AutoHotkey V2.0， 所以这个语言的关联我们可以自由的变动。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V1、V2 预设的程式码片段的内容，它分别是放在使用者的.VS Code 的 extension 里面找到对应的2个 JSON 档 ，V1 的版本是在这个 snippets v1.json，V2 的版本是在 snippets v2.json。只要再分别修改这2个.json 档案，就可以变更预设的程式码片段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我把这个扩充的资料夹给开启，在扩充的资料夹里面就可以看到这2个 JSON 档。先来看一下 v1.json 这个资料档。好，我使用一般的文字编辑器来开启它，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 ahk template v1， 这一个设定就是V1 脚本预设产生出来的内容，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井号 no-env 井号 single instance force 等等等，每一个设定就是一行对应回刚刚产生出来的 test2 就是这边的内容，这些预设的内容就是从这一个.json 里面产生出来的。接着再来看一下 v2.json， 它就是只有这2个内容，这个是因为我已经把预设的把它给修改掉。我们来看一下我修改以后的版本，它多了后面这个注解，已经在使用者制定的程式码片段里面修改了。制定的程式码片段，它的操作方法就是进入命令面板，按下 Ctrl+P， 接着找到这个程式码片段，你只要输入 snippet， 然后找到设定使用者程式码片段，直接再按点击，然后来指定你要使用的档名是什么。假设要使用的是 ahk2， 表示我要复写 AutoHotkey 2语言的程式码片段，它就会开启出一个 ahk2.json。在这个地方我们一样，栏位的名称一样使用AutoHotkey++ 预设的 ahk template v2， 这个就是刚刚在设定里面看到这一个就是它的 snippet 的 name， 这个是 v1， 这个是 v2， 这个名称只要对应上，到时候在自动新增档案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来这一边读取这个里面设定的内容。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设定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新产生出来的这个内容的这一段格式。我来解释一下这个程式码片段 VS Code 它的含义，可以指定用$123来指定游标停留的位置，同时停留的位置后面如果你有加上一个冒号跟字串的话，它除了会把游标预设停留在这个位置以外，还会出现预设的内容。像这边这个$1它的显示的字串是这个 AutoHotkey V2 script， 表示它到时候会预先出现这个内容。在这边没有$2，就表示说没有第2个停住的位置，最后停留的位置固定会使用$0。那这个$132、$233等等这个位置移动是按 Tab 键。这个 Virgin 的后面加上了这些就是 VS Code 的程式码片段的变数，表示这边是取出目前的年月日时分秒等等。那透过这样子的操作，我们就可以在新增新的 AutoHotkey V2 的程式档的时候，自动产生出这一段的程式码片段出来。再来新增一遍给大家看test02-3.ahk。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游标就停留在这个位置，而且这个位置它会整个都选取起来，因此你可以自己再重新输入你的说明了。输入完毕以后再按 Tab， 它就会移动到$230的位置，也就是这个地方。那因此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开始输入程式码了。好，再点击右边的这个执行，它就会立刻执行了。其实 AutoHotkey++ 也产生了2个不同的副档名，也就是你可以使用.hk1 或者是 ah1 来表示使用 AutoHotkey V1， .hk2 或者是.h2 来关联到 AutoHotkey V2。我们也可以来试一下，假设我新增一个档名，把它叫做 test02-3.ahk1。好，那
再按 Enter，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图示是蓝底的，表示它是 V1 的版本，然后它产生出来的程式码片段也是 V1 的版本。再来输入 test 02-4.ahk2，好，它是 V2 的版本。我们也可以使用不同的副档名来表示不同的版本。如果你以前已经有 AutoHotkey V1 的版本的话，可能可以考虑把.ahk 关联到 V1。然后 V2 以后就直接使用.ahk2，这样子会比较好区分。我们刚刚也讲过了，要把.ahk 再关联回原来 V1 的版本的话，就是要找到.ahk 这个副档名的档案，在它的右下角语言这边点击一下，然后呢来变更它的档案关联，就是这一个为.ahk 设定档案关联，再点击一下，然后再把它指定回我的.ahk 要关联到 V1。因此大家可以看到.ahk 都会变成是蓝底的，表示它现在都已经关联到 AutoHotkey V1 的这一个版本了。这个就是 VS Code 的 AutoHotkey 相关的一些设定。如果刚刚讲解的过程还有不了解的地方，请各位直接看我的解说文章，里面有做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今天就介绍 VS Code 跟 AutoHotkey Plus 的一些设定到这个地方，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谢谢。